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月13日，星期五啊，又是周末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还是聊一下黄金、白银、比特币还有美股啊。因为昨天星期四呢，其实市场不是很好啊，美股下跌啊，很多股都基本上都是在下跌。跌得挺厉害的啊，那么黄金跟白银呢也是下跌，白银更是跌了10%然后呢，比特币还好，比特币昨天算是一个止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下跌了一点点就。那么今天呢，我就展开分析一下，讲一讲这3个板块，然后呢，讲一讲对后市的一些看法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讲那个美股啊。美股呢，其实我之前的一些视频，大家如果一直关注我的视频的话，就会发现啊，我之前也说了，就那些什么科技股啊，还有就是很多高估值的股啊。就是说，对于很多高估值的股，对于很多科技股来讲呢，这些股还是会继续下跌的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市场情绪就是一旦不好了，就是比如说有什么不好的这种消息啊、事件啊或者情绪，那么最先被抛售他们的就是最先被抛售的就是他们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就你想一想，比如说你现在去买一个几百美元的一个科技股啊，我也不具体说名字了，对吧？反正什么特斯拉呀、什么谷歌啊，或者什么反正就一堆。那甚至还有很多就是不是那么有名的公司啊。那这些股票，就你买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觉得它是在高位的，但是就你还是觉得它会再继续上涨。你想，大盘如果好，那这些有故事还能继续再上涨，对吧？可能你看它就是像牛市那样到500美元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就你自己也知道你买的是高位的，那么等到市场恐慌情绪一来，那你害怕呢，你就卖掉，对吧？因为你觉得这个万一跌下来，一跌就要跌掉50%或者跌掉多少，对吧？所以呢，这些股票呢，就它还是在一个高位的。但是你反过来看，你像其实有很多股票都已经是低估了啊。你比如说像 PayPal 现在只有40美元以下，从最高位大概400美元吧，已经跌了90%，然后市盈率又只有那么低概念各方面都很好，现金流也都很好，对吧？所以就是这些股票它未来是有机会的当然了，就那些现在还是在高价位的那些股呢，我觉得就是在市场整体在转向之前，它还是会下跌的。你比如说像奈飞已经下跌了很多了，对吧？但是如果就市场有风吹草动，就先跌的还是他们就它还是有一个下跌的可能性所以就是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想的，对吧？就你之前如果买了这些股票，那么你最好就是要在它上涨趋势很好的时候，你要去止盈那很多人其实都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比如说像巴菲特和芒格，对吧？他们说就是我这个股票，我就是要买到一只好的股票，然后我要长期复利，我不去看它，不去动它这个概念有没有错？这概念没有错但有一点
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目前你发现了一只很好的股票，你在未来长期来看，它未必啊。就巴菲特他们经历的那些时代，他们真正挑选的那些东西，在现在这个时代看来，你也未必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那么好的股票，但是它就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年啊。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买一个什么 UPS 的快递股啊，或者说买一个什么可口可乐这种股票、麦当劳这种股票，在你现在看来，你觉得这个生意很普通啊，但是它就是能够经历很多很多年，因为很多很多年以后，大家人需要快递，对吧？人需要，比如说吃麦当劳或者吃糖果啊，或者说是喝可乐，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炒作内容就是很火热的股票，说不定过了10年就不火热了，或者这个公司就没有了，或者随着创始人离世了，这公司就结束了，都有这种可能性的啊，都有这种可能性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在就是股票持久拿着的这个概念当中要去注意的啊，并不是每一只股票都可以拿个几年的啊。就你有限的生命其实也就几十年，你一生当中如果压错几次，那么就你基本上在股市上你就赚不到什么钱，对吧？甚至还要亏钱啊。好吧，这个是美股。那么美股下个星期，我觉得还是会应该来说是会上涨啊。就是说，其实现在每跌一次，都是在挤压啊。就随着后面你们会发现，它越跌越少了，它不是越跌越厉害。就它每一次下跌啊，就跌起来这种幅度啊，各方面就会越来越少了。那每次越跌越少的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慢慢的要上涨的时候，好时间就要到来的时候啊。所以也就是下周，包括今天我觉得应该就是有一个上涨啊，就周五吧。那么下周开始应该就是上涨的更多一点啊，会。好，这是美股啊。那么黄金白银其实我之前视频也说过啊，就是说我说现在这个阶段不是很好做啊，就从基本面来讲，现在美国要乌克兰5月份之前要完成什么大选呢啊，然后又说俄罗斯啊什么又要重新回到美元体系啊，反正这个应该来说都是对美元有利啊，并且对整个市场是稳定的。就是俄乌战争一旦结束那黄金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下跌啊，所以时间对黄金白银来讲，应该来说是越来越不好了啊。那么之前我也说的，我说如果你让我看的话，我对白银，对吧？我说我还是看空的啊。这个我在视频里面就前面1-2个视频你们都可以去翻，都可以看，我都说的啊，我都表达这个观点。但是呢，你让我做呢，我现在不会去做啊，因为不好做。你看昨天跌了10%，今天现在是亚洲时间的下午，欧洲时间的上午，它又涨了5%啊，所以就是它这个涨涨跌跌，就你每天去这么耗啊什么，做短线对吧，也很伤脑筋啊，做长线嘛现在就不好做，就中长线就不好做，对吧？所以就是黄金白银，我觉得留给多头的时间不多了啊，就是如果一旦俄乌战争停掉，那这个基本面马上会反转的啊，会不一样的，黄金白银很有可能会有大的问题啊。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像白银这个东西，它现在就是一跌一涨啊，就5%，在以前在过去的白银市场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但是你现在的这个白银给你一涨就10%，一跌就10%几啊，这个涨幅跌幅就特别大啊。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价格过高了嘛，对吧？那么价格过高了嘛，它的这个涨幅跌幅就会很大啊。它如果说它跌到一定的程度了，对吧？它的这个波动的
这种价格在低位的时候，它的波动的这种就不会那么大，是吧？所以啊，这个是我对黄金白银的看法啊，就是一切上涨就还是要往偏空啊，就是看它要下跌的方向啊。当然了，它也会下跌到一个就是一个位置，对吧？就不会再跌了啊。但是这个后面要看啊，除非就是说基本面又出现了大的变化，比如说俄乌战争啊，又打下去了，又越来越厉害了，对吧？这个或者又有什么新的什么战争了啊？这当然像俄乌战争这么大的级别的就不多，对吧？就比较少啊。好吧，那么这是对黄金白银的看法。那么再说说美股啊，再说说比特币啊，比特币其实比特币，因为我没有直接买比特币啊，我投资的是跟美股跟比特币相关的美股，对吧？但从昨天的一轮下跌，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幕啊，就是微策略就 MST 啊，还有那个 Coin 啊，都没有怎么跌啊。MST 啊是整个就是在下跌的过程中，因为昨天美股跌，比特币其实也昨天最低的时候下跌了3%啊，就是在美盘的时候。那么按理说，你像 MST 啊，它跟着比特币是放大的，它要跌起来的话，最起码也要跌个6%啊、8%呀，对吧？但昨天它没有，它就下跌了2%。然后呢，盘后立刻就又涨了1点几，就等于它几乎就下跌了1%。但昨天其他的股啊都下跌的其实挺厉害的。然后这个 Coin 啊 ，Coin 在那个盘中的时候下跌的7%啊，但是呢，它在盘后呢要发布财报啊，这个是昨天因为它盘后要发布财报，呢，那么盘中我认为很多就是恐慌盘吧啊，因为最近的财报都不太好，然后比特币也不是很给力，对吧？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财报应该不好的。那么盘中呢就会有很多人去抛售啊，所以它就跌得比较厉害，下跌了7%。下跌7%以后呢，盘后呢这个财报呢确实不怎么好啊，但是呢华尔街对它的解读不一样，对吧？就是说它这个一跌以后，立刻又有大资金进来了啊，又上涨了5%啊6%，就现在等于是什么？等于是这个 Coin 和这个 MST 啊。就几乎是没有跌，就昨天的行情就几乎是没有跌，啊，而且呢，同时呢，就是比特币呢也在慢慢的收复跌势，然后同时呢，昨天就是那个木头姐啊，就他们的那个什么 ARK 基金啊，又发布了一个关于比特币的一个什么怎么说呢，就像一个比特币一个什么报告了啊，反正这个报告跟我之前讲的就是比特币为什么要回到15万美元也差不多，讲的内容差不多，只不过它的用词什么更专业一点，我讲的更白话一点，对吧？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举了很多数据啊，我也不一一去读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么主要呢，其实它讲的也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过去的比特币就是像我之前说的，一个是平台的野蛮生长，对吧？现在呢就慢慢的正规化了，就是有很多基金啊，有很多美国股市的这个上市的公司，对吧？那么像这些啊，还有呢就是美国的政策法律啊支持比特币啊，这个还有就是啊，他说收益率，他说即使是在2020年、2021年、22年、23年一直到2025年。你是每年的高点，就你在每年的这一个高点，你买1000美元的比特币，那么你到就是2026年，你到2025年年底吧，还是2026年，反正他说，就你还是5年花了5000美元买，但是你到了那个就是年底
你的收益是9000多美元啊，就反正意思就是说，还是能够赚50%吧，就你每年只要在最高位的时间买1000，你都能赚到啊。那么现在当然是算比较一个低的位置，对吧？就更不用说了啊。反正就是这个啊，我觉得我目前看来呢，首先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时间跟最坏的时间都过去了啊。这个怎么说呢？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去低价买这些比特币相关的股票的筹码的最好的时间，我觉得过去了。这个有点像我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也是想就是在视频里面聊聊美股嘛，就聊着玩玩啊。我当时说了这个一些就是投资股票啊，买这个什么英特尔啊，买波音啊，那个时候，当然就我做这些视频的观看率一直很低啊，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认真的去放很多资料啊，放很多内容啊，我只是比较白话的，对吧？这样去做，或者说反正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原因吧，就没什么观看量啊。但是我当时也是讲了差不多1个月还是1个星期啊，那个是就是英特尔价格那些股票价格都最低的时候，波音最低的时候。过了以后我就不讲了，因为过了以后它涨上去了。那现在我觉得也是的，现在就是我认为今天一开盘啊，今天是星期五，2月13号的星期五啊，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时间。今天我觉得一开盘，你像 Coin 啊，像那个 MST 啊，就要上涨，而且是大涨啊。所以就是下周开始呢，我觉得就是慢慢的、逐渐的会脱离这个最低的一个区域，就开始正式的股价会有一个反转啊。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这个阶段呢，就大家都不敢买，害怕啊。就像我自己也觉得啊，我涨了1个礼拜这些股票，然后呢，每天它给你跌，它也没涨，对吧？但是呢，就是这样的啊，它涨上去了，就更不肯买了，觉得我亏了啊。我现在买进去，我为什么我之前不买了？我现在买啊，我买了觉得亏了，对吧？啊，就投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也很讽刺啊。当然没有关系啊，因为对我来讲呢，就是这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啊，因为我也不指望做这个频道有什么获利，对吧？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每一步啊，我去投资我的当时的心态，我对市场的判断，还有就是一个真实的记录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时间，对我们这些投资想买这些股票的人来讲，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今天就要上涨啊。最坏的时间呢，就对那些那个一直手里已经有了股票，比如说我看到啊，有一些大户，他们是在那个150多啊买的 MST 啊，然后呢，就最近下跌吧啊，那真的是大户啊，就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啊，就做股票里面还做的比较成功的。现在就浮亏啊，已经达到几十万美元啊，所以那一般来说都是大户级别的啊。但很巧，就是那些人我看他啊跟我一样，就这些人他之前也是不买这个比特币，也不是什么币圈的，就是做美股的啊。然后在今年啊，同样的跟我也是看好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那些熬的人啊，我觉得最坏的时间过去了啊，就下面开始就不会怎么样去逐渐的到底部了啊。当然这个是我一个判断，对吧？市场是说不清楚的。你说如果有那种非常极端的行情啊下来，当然依然还是会下跌，对吧？但是我的这个判断来讲啊，就我认为80%的现在是逐渐慢慢的在上涨啊。好吧，那今天啊就把这个3个内容呢都讲完了。我呢也要到前面去散步啊，然后晒晒太阳啊，享受一下阳光。谢谢大家。